大家好，欢迎收看大型娱乐节目《走出科学》，我是邓肯涛月。今天给大家讲天涯论坛十几年前一个非常有名的古早灵异帖。一位叫机器猫他妹的导游姑娘讲述了自己过去在工作中发生的一系列离奇恐怖事件。楼主小姐姐00年左右就开始从事旅游行业了。她是北京人，大学在北外念的小语种，毕业后不喜欢坐办公室，就辞职干了导游。她大学时候专业是马来语和印尼语，因此她带的都是一些东南亚的客人。楼主小姐姐说，东南亚的有钱人还是华人居多，来中国旅游的大半都是华人，他们对祖国、对祖先的文化历史很有兴趣。到了北京，除了那些著名的景点之外，基本有一半的马来团和1/3的印尼游客都要求去河北承德去看避暑山庄什么的。可楼主说，过去的几年在经历了一些事情之后，去承德的团我能推就推，而且我们社里的导游谁也没有愿意去承德的。那么发生什么了呢？楼主说，在承德，我们公司主要跟2个酒店有合同，一个叫 YS， 一个叫 LL 具体的不便透露。2002年，我第一次带团去承德，当时京承高速还没修好，路上又耽误了点时间。我们到承德已经是晚上10点半了，吃完饭，地陪带我们进入酒店，大概已经是午夜12点半了。我当时累得要死要活，就把分房的任务交给地陪，自己坐在酒店大厅沙发上，一边休息一边看行李员帮大家搬行李。这个酒店和普通酒店没什么两样，有一个自动旋转门，还有一个普通的双层对开玻璃门。就在沙发上休息的时候，楼主说，我用余光瞥见玻璃门在没有任何外力和风的情况下，自己慢慢悠悠打开了，而且到最大角度的时候定住了。楼主说，我当时傻乎乎的跑到门口看了看，当然什么也没看见。当天晚上，我们团的司机跟地陪2口子唱歌去了，说什么都不回酒店住。楼主说，当时我很不高兴，因为第2天还要开车回北京，万一司机疲劳驾驶出事怎么办？楼主拖着疲惫的双腿回到房间。这个酒店号称准5星，但房间条件很一般，和北京的酒店没法比。窗帘和浴巾都是黄黄的。楼主进屋打开电视，拉上窗帘，打开热水洗澡。洗完澡出来后，突然发现刚才好好的电视变成雪花屏了，也没想那么多，太累了，关上电视就准备睡了。明天一早还要带大家去逛避暑山庄，没想到大概凌晨3点的时候，睡得模模糊糊的，楼主突然在一阵阵的歌声中清醒了过来。这个声音像是有人在洗澡时浴室里轻轻哼唱一般，断断续续。楼主仔细听，是个女人的声音。楼主说，我一激灵就醒了，第一反应是看手机几点了，生怕是隔壁的客人们起床洗澡了，那就说明我要睡过头了。手机显示大概才凌晨3点20左右。看完手机，楼主一抬头吓了一跳，电视不知道什么时候又打开了，而且上面还是一片雪花。此时这歌声也消失了，楼主就奇怪，这电视是谁打开的？不想那么多了，太困了，继续睡。睡了没多久，天亮了，手机闹钟响了，该起床了。楼主刚到餐厅，就看见几个客人在激动地说着什么。楼主跑过去询问情况，原来一位马来客人说他凌晨4点起床，在房间里做礼拜的时候看见了不干净的东西。这位虔诚的穆斯林一天要做5次礼拜，最早的一次在凌晨4、5点左右。这是一位大妈，她说她磕完头起来的瞬间，看见一个女人从她面前走过去，确切的说是飘了过去。那房间又不大，怎么可能有个人在房间里飘荡呢？楼主安慰大妈说，您是不是头朝下的时间太长，起来的时候有点缺氧，有点迷糊了？可大妈一个劲儿的祈祷说，哎，我再也不来这个酒店了。这时又有几个华人客人过来了，他们也七嘴八舌说，哎呀，昨晚好像睡觉的时候感觉床边站个人。楼主觉得这些人就是跟这瞎起哄，嫌酒店破，你们就直说呗，还七嘴八舌说什么怪力乱神。楼主也不愿意跟他们多聊，就下楼先到大堂了。这时看见地陪夫妇和司机从 KTV 回来了，地陪一看见楼主，直接就问，昨晚睡得怎么样啊？楼主说，不错呀，就是客人们没事找事儿。于是把刚才餐厅里客人们七嘴八舌的话学了一遍。没想到地陪听后说，你不害怕吗？昨晚让你跟我们去唱歌，你不去。司机也帮腔说，哎呀，一起来唱歌多好啊。楼主有点懵，因为自己刚入行不久，就觉得他们是在故意逗我吓我玩呢。
可是之后楼主说，随着我第2次、第3次带团来承德，我的观念发生了转变，这家酒店真的有问题。许多客人都会在这家酒店住宿的第2天早上跟我反映有不可思议的事情发生。楼主举了几个印象深刻的例子，比如有客人说，在洗完澡拉开浴室帘的一刻，在水汽模糊的镜子里看见了2个人的影子。有住在5层的客人半夜里用笔记本电脑上网，无意间扭头看窗外，有人正在往里看。有女客人反映说，半夜被人摸，以为是自己老公呢，回头发现这是标间不是大床房，老公正在另一个床上睡觉呢。还有人听见嬉笑声等等等。楼主想起自己第1次带团来承德时，这个酒店中的雪花屏，还有朦朦胧胧中的女人唱歌声，以及那些客人的投诉，不禁顿觉浑身发凉啊。接下来楼主又给大家讲了不是他个人亲身经历的，是大巴司机闲的没事讲给他的故事。楼主说，这大巴司机都爱跟导游聊天，尤其是我们女导游。这位司机师傅说，圈里的人都说承德这家酒店不干净，但咱干的就是这行，咱旅行社和这个酒店签了长期合同，你不去行吗？司机师傅说，通常如果地陪导游司机比较熟，大家就拼房睡，或者斗地主，或者出去唱 KTV， 反正大家都不愿意单独在这个酒店房间里睡。有一次，这位司机师傅说，我们3个车都住在了这家酒店，我们3个大车司机就开了个3人间，晚上打牌。其中一个师傅不知怎么手气特别好，玩到后半夜赢了1600多。另一个司机就说，你要是打牌赢这么多钱，小心把不该挣的钱也挣了。没想到赢钱那个人有点得意忘形，说，靠，人要是走运鬼都挡不住。没想到话音刚落，这个赢钱的师傅突然眼睛发直，嘴里发出呵呵的声音，拿起桌上的钱就往自己的嘴里塞。其他2个人都吓傻了一个劲儿的喊他的名字，把他的钱从嘴里往外抢，可2个人都拦不住他。他又把桌上的牌和烟头全都往嘴里塞，一直到其中一个师傅拿水往他嘴里灌，给他呛到。他才猛然醒过来，不知刚才发生了什么。司机跟楼主说从这之后只要去承德的活我能推就一定推。承德这2家跟咱们旅行社有合同关系的酒店都有点问题。这也解释了为什么他住酒店宁可不好好休息，晚上要出去唱 KTV。唱 KTV 的钱可能都是省下来的。说到省钱，这里当然要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咱们淘宝100亿补贴年终狂欢节来了，各类优选好物加码补贴，数码、酒水、食品、快消统统都有。看这款苹果15手机256G 版本，4588元就能入手了，官方足补贴303元，而且 iPhone 15全系列至高补贴1300加，全网低价，买贵必赔。大家现在上淘宝首页搜索淘补贴490，或戳评论区置顶链接进入我的专属补贴会场，最高还能再领1000元大红包，补上加补。还有各类好物大家都可以淘一淘。华为 MatePad Pro 原价4708元，官方补贴466元，到手需要4242元，超轻超薄，关键颜值也高，无论工作学习还是刷剧都好用。罗马式2万毫安充电宝原价129元，至高特惠44.1元，到手仅需84.9，官方补贴超值划算，都是国民信赖的品牌正品，平台出手官方补贴超级低价，手慢无。除此外，海量零食百货吃穿用度全品类补贴超低价，零食、生活用品、美妆等超值好物狂补来袭，品质售后有淘宝100亿补贴全程保障，假一赔十还有专属客服，让你买的开心更放心。该省省，该花花，淘宝补贴我就花。我买常备好物都是先上淘宝搜一搜看一看，趁着这波好价狂欢，赶紧点我的评论区置顶链接冲一波吧！记得买啥之前都先上咱淘宝100亿补贴比价，非常划算。说完承德，楼主又给大家讲了一个关于故宫的故事。咱们以前好几次聊到过故宫的都市传说，也辟过一些谣，但在民间确实有很多关于故宫的邪祟故事。楼主说自己倒不觉得故宫怪金色的琉璃瓦，红色的墙壁在蓝天下很美，就算天气不好的时候也能给人以庄严的感觉。我从没对故宫害怕过，直到我遇上了这样一位客人。楼主说，印尼的客人一直给他的感觉就是比较怪。印尼人来北京就3件事：睡觉、照相、买药。
他们对中国的文化不感兴趣，但是就喜欢买一些中药材，这是好事儿，因为能给我们司机导游赚很多提成啊，也为我国的旅游业赚了不少外汇。可有一次，楼主说我们就碰上了一个专门死磕专业知识的印尼小哥。那是2005年的冬天，我们先游览了天安门，在天安门一切还正常，可是走到午门之后就有点不对劲儿了。这个印尼小哥死活非要回车里。在天安门故宫附近旅游过的朋友都知道，旅游团是不走回头路的，一般都是下车之后要走2个多小时，车子会在神武门往北的景山东门接客人，也就是说整个游览路线是单行的，我们不可能为这一个人耽误团里的其他人行程，只能跟他解释。可没想到这个印尼小哥说，导游小姐，我害怕，前面有很多黑黑的东西在看着我们，我不敢走。楼主心想，黑你个头，我每个礼拜都在这带团，这里的人长得都比你白，我也不知道你看什么东西黑。楼主搪塞了这位印尼小哥几句，继续带团按既定路线走，走过了太和殿、中和殿、保和殿这3大殿，快到了后宫了，这小伙子就开始在楼主的左侧寸步不离，就好像需要楼主保护自己一样。而且这小子不走直线，就好像边走边要躲避什么东西似的。楼主说，到了后宫啊，建筑物多了起来，我就要停下来不断的给大家逐一讲解。这时候啊，印尼小子就犯病了，他死活不让我讲，反过来他变成导游了，开始给大家讲，还讲得头头是道的，中间还穿插着一些连楼主本人都没听过的小故事。楼主说他的口音呢不是标准的印尼语，有时还会有爪哇语，我也似懂非懂，但他讲的还真的挺有意思的，连其他客人们包括我在内啊都听得津津有味。平时啊要多几个这种客人，那导游可轻松多了。等队伍快出神武门了，这小子却突然像泄了气的皮球，差点歪倒在楼主身上，愁眉苦脸的让楼主赶紧带他上车，说自己不舒服。楼主一边带队往外走，一边问这位印尼小哥，你在哪儿学的这些中国历史？可这小子却说，我没来过中国，也不懂中国历史，也不了解中国历史。楼主问，那你刚才头头是道讲的这些东西是哪儿听来的？没想到印尼小子下巴一歪，淡淡的说，他给我说的，我觉得讲出来就不害怕了。楼主说，靠，我到现在都不敢相信啊！难道中国故宫里的这些所谓阿飘会讲爪哇话？楼主又讲起了这些年他接触的东南亚客人。大家知道，东南亚通常传说中也是一个巫术和怪事的高发地。楼主接待的东南亚怪人里，有人宣称自己有天眼，有人说自己身体里有2个灵魂，还有人说自己是专门收集干尸的等等。楼主说，刚当导游的时候啊，我们这些小语种导游啊，大多是没有导游证的，平时就是旅行社给开个证明啊，说我们是从国际广播电台或外交部借派的。像我们这种临时的黑导游啊，旅行社是不敢把大团给我们的，经常会把一些2到4人的散客交到我们手上。旅行社为了节省车费，给我们找的也都是一些破黑车啊，不正经的金杯啊旅游车。因此早年我经常和黑车司机带着散客们游玩。楼主说，那3年多的黑导游经历啊，有一个客人让我终身难忘。这个人不会中文，他的族姓叫 Antilolo， 是印尼一个很大的皇族的后裔。他的家好像不在雅加达，而是一个好像叫马卡萨，我查了一下，应该是翻译作旺加西的地方。他和他的表哥2人来中国旅游。楼主啊和一名黑车司机负责接待这兄弟2人游北京。从机场接人时，楼主注意到这个小伙子手指上戴着一个材质很奇怪的指环，像是黑色的石头。这个戒指上有一种很奇怪的光芒，楼主之前从未见过。而且这个客人啊挺奇怪的，他不太说话。从机场接到2人后，车子直接去往了第1站颐和园东门。下车后还没等楼主去买颐和园的门票，就见这兄弟俩耳语了一番，然后其中的表哥直接说，导游小姐，我弟弟不舒服，咱们还是先回酒店吧。楼主听完这话反而挺高兴啊，客人自己要求取消行程，等于帮我偷了1下午的懒。于是2话没说，带人上车回酒店休息。第2天才正式开始旅行。白天车子再次来到颐和园东门，楼主回头给兄弟2人递矿泉水，发现弟弟眉头紧锁地看着颐和园的方向，脸上有种恐怖的神情，一看就不是装的。楼主很奇怪，但也没敢多问。经过1、2天的接触啊，他跟这个表弟的话慢慢多了起来，偶尔还聊了一些家常。这表弟说，
他们家族是印尼当地最大的巫医，甚至还有家族博物馆。他的奶奶去世后还被人做成了干尸供当地人膜拜，当地人都以他们的家族为荣，而且他们家族会有一些预知未来和回望过去的奇异巫术。楼主把这些话翻译给正在开车的司机，他俩都一笑了之，觉得这小子肯定在吹牛，神神叨叨的。可表弟此时突然严肃地对楼主说：“你知道哪天颐和园我为什么不进门吗？”他说：“我看到了一个穿着拖地长衫的女人在扫地，而且那个女人看到了我，她恶狠狠地和我对视，给我吓坏了。”楼主不信，觉得他胡说八道。没想到这个小伙子为了证明自己真有神通，开始讲起楼主的身世。他说：“导游姐姐，你是个单亲家庭出身的女孩，现在有个男朋友，岁数比你还小，而且你俩呀注定会分手。”楼主听完这话突然傻住了。这印尼小子还真有两下子，几乎都说对了。而且5月份的时候啊，他确实被这个小男朋友啊给甩了。这小子啊又对司机师傅说：“司机，你有2个孩子。”楼主插嘴说：“哎呀，你别胡说八道了，你不知道我们中国有计划生育吗？只能生1个孩儿。”而且啊，把这些话笑着翻译给了司机。可没想到司机师傅一边开车一边脸色都青了，吞吞吐吐地说：“我现在的孩子确实是老2。老大当年在通惠河淹死了。”此时楼主和司机师傅渐渐有点相信这个印尼小伙有些神通了。紧接着小伙啊，也就是这个表弟，拿出一个暗红色的石头给楼主看。没想到这时候他表哥有点急了，说：“收起来吧，没必要拿出来。”表弟满不在乎地说：“它不危险，看一下没事的。”于是给楼主展示了这块毫不起眼的石头。楼主说：“我没看出有什么不同啊，这是什么东东？”紧接着印尼小伙把石头放在矿泉水瓶里，随着石头入水，楼主惊讶地发现整瓶水都变成了血的颜色，浓浓的不透明。而当他把石头和水都倒出来，石头还是红色的，水却又变回了清澈透明。当时楼主和司机2个人都傻眼了。小伙把石头很快收起来了，就好像变了个魔术一样。他说：“这个东西啊，是我们印尼的国宝，被别人看见了是很危险的。”紧接着小伙又给楼主讲起了他黑色指环的来历。小伙说，印尼的一些洞窟里有时会发现很多奇怪的东西，比如一种40厘米左右的干尸，放在盒子里，头发和指甲会慢慢生长，剪下来能做药材。他们家族啊也是做这个的，很多老百姓啊都来跟他们家买。小伙说，他有一次爬山迷路了，在一个洞窟里捡到了这个指环，后来爬了2个多小时才走出那片山。但是来到山脚下，遇到了许多搜索他的人，说他已经失踪1个礼拜了。这小伙说，这个指环发出的光芒很好看，我觉得是他救了我，于是把他一直带在了身上。5天过后，这对表兄弟的中国行程也要结束了。临走时，这个表弟做出了一个令楼主十分震惊的决定，他没有像其他客人那样给些小费，而是把这个黑色指环摘下来送给了楼主，亲手套到了楼主的中指上，不大不小，正合适。楼主推却了半天，没想到这个表弟说：“命中注定啊，这个指环就是你的，收下吧。”于是楼主就收下了。之后的日子啊，楼主说，我跟很多东南亚的客人都提过这个故事，许多马来人跟我说，导游，您不该拿他的礼物，没准他是在避祸，没准是把什么带诅咒的东西给你了，也许有脏东西会跟着你。但楼主说，送走那兄弟2人后啊，过了1年了，自己的身上都没发生过任何怪事，生活照常继续。直到1年后的一天，楼主在颐和园里用手拍了一个铜制的香炉，哒，这个指环碎了。楼主说，我觉得非常可惜，想把碎片捡回家，没想到空空的青石板地面，我到最后也只找到了半块，而指环的另一半死活找不到了。楼主说，没想到当天晚上，1年前送我指环的那个印尼小伙子主动打来电话，这是1年多来他第一次跟我联系。没想到他开口就说，我送你的东西回来了，谢谢你替我保管。楼主顿觉浑身发凉，不知这其中是何缘故。从那之后再也没敢跟对方联系过。那么楼主啊，在当导游的过程中，未来又遭遇了哪些更加离奇恐怖的遭遇呢？朋友们，请看下集，咱们下期见。家人们谁懂？月月在家里凭空消失了，找了好久没有找到。
突然发现床垫下有一个迷之隆起。月不能在那里面，知道吗？爸爸万一一屁股坐上去给你坐到了怎么办？听见没？月月，宝宝月月，爸爸踢月月啊，不准咬。可爱的月月喵，月月饿了，小猫咪，小狮子，要打死月月！你跟达斯维达是什么关系？打死月月！